准备燃香，计时。是。焚龙沙化骨至少要3个时辰，为保期间药效不变，需持续添入新药。许长寿，你亲自盯着沙池，若药效淡一分，就立马添药，不得耽误。是。王良，龙玉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备好了。龙玉与他骨质软硬相近，你守在这里。若沙池中龙玉不再消融，或有其他异状，即可叫我。请师父放心。战鬼人骨中石髓，最能抑制痛感。如今他全身筋骨打碎，石髓也会消融，恢复痛感，剧痛会逐层叠加。你看准时机，用东西勒住他的嘴巴，以防他咬断舌头。是。师父放心，我已经备齐了诸多的吗啡散、威灵仙，随时可为师祖镇痛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这可是粉骨碎身之痛，你可体验过？与其相比，百毒穿肠、切腹刮骨、拔牙剔筋，都不过是蜻蜓点水，不值一提。他活至今日，尚不知疼痛为何物，出经磨难便是如此剧痛，铁定是要承受不住的。师祖的骨头已经全都碎了，我们用皮绳勒住他的口齿，以防他咬舌。他怎么还叫得出声？难道脑袋没有进到沙池中吗？头骨不是骨，还是头骨不消化？知道了。求你给我忍着点儿，别以为做人就容易。解药。是。哎，仙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生病了，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？我没事。陆前辈怎么还没出来？你们把他带到这儿来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师祖他正在治病，你放心，崇灵谷最好的大夫都在里面了，还有师傅亲自看护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回吧，仙姑娘，再有2日就要召开品丹大会了，多少要回去准备一下。回吧。
人没来，不过时辰已到。宣统基，再做诸位的吧。灵虚宗2枚，白云先生，你只有这2枚是作数的，其余的3枚虽然料子相同，但是尺寸的大小都对不上。还是朱大夫慧眼如炬啊！这3块是我从别人手里买来的，买的时候我觉得他可怜，没想到他是个骗子，卖给我赝品。哎呀！宫羽真人，看仔细了。日月洞5枚，皇室6枚，灵极山没有，我的牌找他要。天元派7枚，天元派7枚，你不是有20枚吗？怎么只剩7枚了？剩下的13枚不拿出来展示展示？师兄，已经20枚了。诸位，现在共有20枚玉牌。王道友，你的那枚呢？新梅，晚辈正是新协庄弟子新梅，多年不见，没想到前辈还记得我。你手上的可都是宫山玉牌？是啊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枚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你师父新雄只分到了1枚。前辈记得没错，新协庄只有1枚。但在场诸位前辈手中的宫山玉牌的数目，与当初分得时一模一样吗？我可不一样啊！今日来人也少了许多，前辈不如一一问过，就问他们手上宫山玉牌的数目，与当初可否对得上，又都是从何而来？你师父的本事一般，你的胆子倒是不小啊！宫山玉牌，能者得之。放肆！当初你不在场，天元派的人就是这么对我们说的。可如今到了我身上，怎么就成了胆大妄为、冒犯前辈了？你即使今日得到了宫山玉牌，来日未必得得到不朽丹。前辈说的是。弟子新梅，新协庄修者，师父新雄乃大成期修者，如今已有200多岁。我本来携宫山玉牌来崇灵谷，是想为我师父换取长生丹药，但我师父不愿长生，还几次3番劝我不要前来。起初我不理解他的意思，
但在崇灵谷住上一段时日后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所以我手上这些宫山玉牌，我是一块也不想要。哎，新师妹，我的玉牌被人偷了，你要是不想要，可以卖给我，我出天价。林师兄，想要这宫山玉牌？新师侄，新师侄，本宗门也有前辈大限将至，你若是不需要这些玉牌，能不能送我几块呀？你也想要？还有我日前遭了贼，身上唯一的玉牌丢了。姑娘若是愿意，割让我1-2块宫山玉牌，我金秋王家定不会忘记新邪庄的大恩。在场诸位前辈，要么是修行界的得道高人，要么是仕途大好的朝廷命官，都是见过世面、有过作为的大人物。而我，天资愚钝，修行多年，尚未稳住自己的道心，3次升至金丹，又3次跌落，至今都还只是个筑基期的修者。哎呀，新师侄，你太过谦了。师父说我境界反复，道心不稳，是因为心中始终有问题徘徊，不得答案，所以此次前来是想求人问得一个答案。若有人能解我心中疑惑，我自会将这玉牌双手奉上。鄙人不才，愿倾尽毕生所学，为新师侄答疑解惑。新师侄，请说。白云先生，听说灵虚宗精于数理，最善计算，我正好有一个关于计数的问题。哎，尽管问来。我小的时候还没有不朽丹，也没有不朽税，那我就问，一户普通的5口之家，丈夫每日外出做工，1日工钱能有100文，1年下来折合多少白银？这1日100文，1月3000，1年12个月，那就是36000文。除去年节休息之后，到了年关，约为30余两。妻子在家为全家烧火做饭、织补作衣，每日会花去40文。孩子上学读书，老人偶尔吃药看病，均摊到1日，每日也要15文。这么算下来，他们1年会用去多少？这1日55文，1年便是19000文，折合白银20两，余剩10两左右。正是。那他们想用剩下的银钱买座宅子，留给子孙，大概要用多少年？这宅子价值几何呀？100两。那就简单了，10年便买个宅子。若是年景不好，碰到天灾人祸，12、13年也就足够了。哦，那加收不朽税之后呢？这不朽税，百姓各有不同，商户有通贩税，织户有柴桑税，农户有土地税。不知新师侄问的是哪种人呢？就按普通农户算吧，丈夫1日还是100文，妻子却要开始务农补贴家用，1日有10余文。但是孩子不再读书，老人不再看病，1年不换新衣，全家只烧火做饭维持生计。那么他们要多少年才能买下之前那间宅子呢？这1日伙食30文，1年便是10800文，折合文银10两。这不朽税分为冬税和夏税，冬税收亩产的3成，夏税收亩产的4成。除去吃饭所用，我算出来了，大概是1380年。1380年？不对，凡人寿命不过100岁，哪儿来的1380年？他们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。新师侄，你，哎呀！这牌子都丢啊！
林师兄，还想要这宫山玉牌吗？我不善于计算，更不甚了解这不朽税。我入谷时在门外看见过师兄，师兄是乘马车而来的，对吗？灵迹山路途遥远，我弟子众多，只能乘车。师兄走的是许都吴城这条路，沿途可曾休息？一路荒僻，客栈难寻，只在许都稍作停留。这条路，师兄走过几次？许都是灵迹山的必经之路，这从小到大也算走了无数次了吧？怕师兄一定知道，我接下来说的不是假话。我早年曾去过许都，那时的许都繁华如锦，行人如织，一路车马络绎不绝。城内有居民100方，城外官道四通八达，最远可直通北乡，马车货船日夜不断。沿官道走出数里开外，上可闻稻谷飘香，上可见炊烟袅袅，村庄沿城而建，一路绵延。这一切与师兄此番前来的所见所闻可有差异？何以至此？不朽税以人头计数，下至刚刚出生只知啼哭的孩童，上至老眼昏花不能自理的老人，无一例外。为了避税，好些的家庭不再结婚生子，老人为了不给孩子增添负担，纷纷吞药自尽。还有的人抛家舍业，为了能活下去而去选择做了流民。如此一来，沿途村庄实不存疑。是啊，当年战鬼人为了修补天梯，曾种下神树的灵种，妄图献祭人间一半生灵，来唤醒神树。这人间百姓知道之后奋起反抗，发动千百场战争，死伤100万。即便如此，不少村庄和古镇还是留了下来。不过也奇了怪了，近些年世间太平，反而大不如从前了。难道只有大战袭来，人族面临灭族之危，众仙门才会想起我们与百姓